今天我要带你们到什么地方来探险呢？其实经过上个礼拜的疾恐哈，这周我想来一点清淡一点的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它非常非常的小，甚至说它以前像是个住家了，但现在是像个仓库。那其实你看到我开头在后面，就像是一间庙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这个地方要盖庙？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？它又位在哪里呢？其实这个地方早期它是一个坟墓区。那当然，我之前有说过嘛，有时候坟墓会迁葬，迁葬了之后，这个地方等于就空了下来，就完全没有人再来了。那这土地呢，其实要发展也是可以发展，但据说发展不太起来，因为有人在这边盖了房子，结果呢，房子盖了之后，却一直出事情，到最后他受不了，甚至身体也出了事情，大病了一场，最后也不幸离开了之后，这个屋子就废弃在这个地方。那他碰到什么样的事情？为什么当地人会在这个地方还要盖一座庙来镇压这边的好兄弟呢？接下来我就一边走一边告诉大家咯。这里就是我今天带你们来的一个地方。那其实呢，这里是一座庙，但是感觉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人来了，应该是说来这边聚会吧。然后呢，在前方还可以稍微看一点夜景。那今天我要拍的是庙吗？当然不是。今天我要拍的地方是在那一个方向的一间房子。可是呢，为什么我想先从这间庙开始拍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这个地方某方面来讲也是出了太多的事情，所以需要这间庙还有土地公跟土地婆稍微的来安抚跟镇压一下。那当然这个地方呢，其实还是有人摆，所以我相信土地公土地婆还是存在的，因为其实这里还有一些香还有继续在烧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好，那小弟的战车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附近的人行哈。好，看完这边人行之后，都有看到我的战车哈。但是呢，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的，其实都是这边的空地，还有草地。其实，假如你常去乱葬岗的话，多少都知道，很多地方其实整理都差不多像这个样子。当然，这个地方比较好的就是，它其实很多都迁葬了哈，所以早期还会有一些人来。这里还有一个路灯，但我必须说，乱葬岗有路灯，其实还蛮难得的，因为去过几个地方好像都没有路灯。那它迁葬完了之后，这个地方基本上就片空地嘛。那有时候空地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人会想来嘛，对不对？甚至想来这边发展。那当然有时候会有人来这种地方养养地啊，买地啊，或者是说在山上可以看到夜景的地方去摆脱一下大城市的喧嚣啊，这个样子。然后离高速公路又不会太远，南来北往又还蛮近的。这里真的迁得很干净哎。那当然，像这样的情况，自然而然就会有人想要过来。然后你们看到土地公庙在那边，然后呢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今天影片有可能会比较短哦，因为今天这个地方其实不大。
小弟接下来下个礼拜刚好事情也比较多，还要大扫除，所以说今天这个影片会稍微比较短一点，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哈。对啊，因为这地方主要也比较小了，然后也快要过年了，总是要做大扫除嘛。对啊，人形今天好像没什么反应呢，有反应，但是都是看到不是那个很重要的东西啊。对啊，目前没有什么反应哈。然后磁场探这些目前还是处于居居的状态哈，过完年会考虑再买一台新的吧。然后再来就是这里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这里有什么样的东西呢？哒啦，有人的房子盖在这里。我必须说，勇气可嘉。你可以看这周围的山，以前就是一个生命园区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。好，那要进去之前，我先跟大家讲讲这里有着什么样的传闻跟故事吧。好，那至于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，或传说呢？其实说真的啦，来这里的人不多，非常非常的少。那有一些人会来祭拜这边的土地公，但有一些人就是经过路过。所以刚刚不管从拍摄到现在进来屋子里面，其实你们都没有看到半台车。那这里又有什么样的传说呢？其实早期坟墓区本来就有很多绘声绘影的传说，就是有人在这边碰到鬼打墙啦，甚至有人在坟墓区里面碰到什么黑色影子啊。可是据说当地有一个人不信邪，他觉得这边土地很便宜，而且他反正都已经清掉了嘛，所以呢，他在这边盖了一个民宅。那盖这个民宅呢，当然是可以自己住。他觉得这个地方很清，又附近没有人，对不对？那说坦白，他又可以看到一点 view， 哇，这真的很棒。所以呢，他买下来，然后盖了起来，然后也住在里面。可是呢，据说他在住的时候住得非常的不安稳，甚至住了没多久就赶快搬离开这个地方，甚至身体上面也出了很大的问题。那他据说他在这里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呢？其实虽然这里都没有坟墓，都已经迁葬完成了，可是他说他住在这里的时候，第一个问题来，常常会听到他有人在按他家的电铃。结果呢，他出去打开门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怎么回事呢？会不会有人恶作剧？可是问题又来了，原来这个地方不是要开车就是要骑车，问题是你也完全没有听到，他也完全没有听到任何车子相关的声音，所以说他也感觉到相当的诡异。那他就一开始也没有想太多，会不会是电铃故障？所以他就不管，继续回去睡。就睡着睡着，电铃又响了，他就有点生气，你知道吗？气到最后，他就直接把电铃的那个插头拔掉，那就不管他。最后听说变成是敲门声，叩叩叩。然后呢，最后他把门打开的时候，就对着外面说：“拜托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了之类，我要睡觉等等之类。”然后后续才听说比较安稳下来。然后呢，隔天他就开始什么地基主啊，什么东西全部都办，然后也烧了很多纸钱给周围的好兄弟。当然这个是一个习俗，可是状况有没有得到改善？其实没有。为什么会这么讲？因为他后面在住的1个礼拜、1个月当中，他常常听到外面有很多人讲话的声音，而且他觉得最诡异的讲话声音是怎么回事？就好像是有人在他家门口讲话，而且不是一个，是一大群。那他开始就有点怕了，所以说就窗帘打开，没有人了。那这声音怎么来的？那当然，他就想说，要不然养条狗。结果这只狗那时候要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听说一到他家就蜷缩在一个角落当中，完全不敢出来，而且一直在发抖哦。他好像看到什么东西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一到晚上呢，就一直在开始吹狗锣，
狂吠，然后对着外面狂吠，然后又在吹狗螺这个样子，弄到这主人快要崩溃，到最后他真的受不了了，也只能请亲戚去把那只狗送到亲戚家去。那他被这样子连续的听到这样的声音，他已经觉得很不对劲了，想说到底怎么办？要不然请个老师来看看好了。就老师来看的时候，就跟他讲一句说：“吴姐，赶快搬家吧，这块地不适合盖房子。”他说：“你这采光又不好，等等之类的，反正就是很多一些术语。”他就说叫他赶快搬，要不然他会出问题。可是房子都买了，你要就算是买一间新的，你要时间，你也要钱啊，对不对？他就好吧，要不然就是要搬可以搬，但是他就是先准备一下这样子。然后他继续住的这段时间当中，碰到了什么鬼压床，然后呢，甚至到后面，甚至有一些影子会跑到他家里面来。他到最后真的受不了了，就随便到外面找个地方租个房子先住，这个地方他就不要了。然后最后呢，他把这个地方当成仓库。他当成仓库之后，东西越放越多，越放越多。可是他每次来的时候，都总觉得好像周边有很多人在看着他，好像又想要跟他讲什么。反正他到后面真的是受不了，结果他就放东西之后，听说一出去就没有再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不知道是这边的影响还是怎么样，他的身体出现了重病，结果过没多久就往生了。那有人说他这块房子有可能在盖的时候地基没有挖干净，那又有人在说，因为这块地方本来以前就很多传说，他自己要住在这个地方，他会碰到这些事情都是很正常。甚至当地人来这边的时候都说过了嘛，鬼打墙啊，看到黑影等等之类，那你还是要搬来这个地方，那他不找你找谁呢？对不对？好，那这就是我知道这边的传说跟故事。接下来我们把剩下集看完，顺便来做个问与答吧。好，介绍完这边的故事跟传说之后呢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这个都已经锈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这样就知道这里有多久没有人来了哈。东西摆成这个样子，来给大家稍微的扫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好想打喷嚏了。然后呢，就要先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说声抱歉，你们能看的只能到这边为止，接下来就是会员的部分咯。那先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说声拜拜。太可惜了。